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各位回到你宝贝指甲频道。我们要来和大家聊聊什么是飞甲，以及飞甲应该要如何处理。我们来看一下飞甲的照片，很严重的飞甲，到飞甲剩一点点，到最后呢，飞甲完全结束。那飞甲的形状是什么呢？就是呢，一般人的指甲会的往下，可是飞甲的指甲呢是越长得越往上。飞甲是什么？如何矫正？指甲越往前长，形状就越往上飞，那就是飞甲。因为它是往上飞的所以我们说，它是飞甲。也有些人因为呢它像雪橇一样的形状，所以叫雪橇甲。另外呢，也因为它是往上翘的，所以有人又称为是翘甲。当然啦，还有很简单的形容，因为呢指甲是往上翘，所以就叫做甲型往上翘。不管怎么样，讲的都是同一件事情。我们来看一下手部的飞甲。它每一只手指头都飞得很严重啊，我们拍出好多很明显的飞甲的状况。另外呢，脚的呢也是有飞甲的状况。这就是脚的飞甲。通常脚的飞甲状况会更严重一点点。在我们主题要继续往下讲之前，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可能是亚洲第一美甲帅哥林亚瑟。我跟我老婆呢一起创立了你宝贝指甲，从2008年到现在一直努力的在专精于指甲矫正这一块。而且我非常崇拜 Peggy 老师啊，今天刚好他就在旁边录镜。既然他不想要录镜，那我们继续啊。如果这个影片各位觉得还不错的话呢，麻烦大家订阅、按赞、小铃铛，并且分享给你身边也有飞甲困惑的朋友哦。来，正片开始。飞甲如何形成？飞甲呢，一开始的原因是因为指肉长期的往上推挤而造成的。那推挤的原因是因为指肉红肿发炎。那为什么会红肿呢？是因为指缘皮肤过于干燥，并且不断的在破坏指缘的健康。不过呢，有少数可能是因为指尖的新陈代谢差导致于指尖指缘皮肤比较红肿，也有可能造成飞甲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指肉红肿造成的飞甲。因为它指甲下方的肉很肿，所以把它指甲往上面一推，是不是很明显？指甲往上翘。那这个例子呢，我写成一篇文章，各位想要知道的话，可以在搜寻里面搜寻翘甲矫正，或者是在下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连结。好，破坏太严重的飞甲，首先有时候指甲太短，短到看不出来是飞甲。什么时候呢？如果指甲超短，甲床外露，指肉红肿非常严重的时候，以后指甲长出来之后就会有飞甲的问题。所以呢，指甲太短的人，指缘太肿的人，指甲长出来之后几乎都有飞甲。因为呢，指甲附着的那个基地我们叫甲床，甲床本身就是往上翘，所以长出来的指甲自然也是往上翘。我们来看一下指缘红肿推挤成飞甲的样子。像这个图片，它就从一开始指甲很短，可是长长之后呢，就发现它的指甲慢慢就被推成飞甲了。如果想要知道这个例子的故事的话，搜寻用指尖做事，第一篇就是了。当然啦，我们下面一样会放连结。另外呢，我们来看一下甲床翘起来之后，指甲也会跟着一起翘，有看到吗？它指甲下方的甲床肿了一小块，所以长出来的指甲也会飞。这个例子想要知道的话，请搜寻甲床过短又飞甲。接下来我们来讲解一下飞甲的坏处。基本上飞甲会让指尖特别软，也特别容易断。不过呢，因为文字跟图片很难轻易的说明，所以呢，就让我用一张白纸来看各位解说吧。首先我们拿出一张可爱的白纸，假设这是一般人的指甲这是一般人的指甲的话呢，当它有个漂亮的弧形的时候，它就变得比较硬。可是呢，如果当它的指甲呢越长长之后呢，变平平的上扇形，它这样就比较软。如果它的指甲还往上翘，那么指甲到这边最尖端就会变得很脆很软，随便一撞就会凹就会断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不飞的部分呢却还很硬，所以这是为什么飞甲的人他的指尖特别容易断、特别容易软的原因啦。处理飞甲的方法，第一个，日常保湿务必做好；第二个，人造指甲调整甲型，以上两者缺一不可。不要再问我我只做保湿行不行，或者是我只做人造指甲行不行？缺一不可。指甲矫正尤其是处理飞甲，最重要的就是保湿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把保湿做得非常非常的好，好让我们的指肉呢能够消肿。另外呢，在指肉消肿之后，才可以让指甲下方推挤的力量消失。那如何做到的呢？首先，在指缝里面要涂不含果酸的指缘油，另外呢，也要在指甲周围的指缘部分涂上保湿力非常强的万用膏。
严重的飞甲也可以矫正哦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食指，哇，好飞的飞甲。这个 case 呢是严重的飞甲，而且它很可怜的是，它是餐饮业，所以破坏非常的大。但是经过了非常认真的保湿以及定期的矫正指甲，它的指甲还是可以获得矫正的。这个矫正的例子呢，从左边一直到右边，算是蛮成功的。不过花了不少时间。如果各位想要知道的话，请搜寻长期碰水空一格参与，或是下面一样有连结，可以看这个 case 哦。指缘保湿影响了矫正效果，所以如果各位想让矫正能够快一点的话，指缘油跟万用膏，请一天务必要涂10次以上。处理飞甲人造指甲矫正，首先要告诉各位，第一点，飞甲呢必须依赖外力来做调整，除非是还在发育、新陈代谢极度旺盛，否则很难靠自身的能力自己把飞甲给处理掉。所以我们才要使用矫正型凝胶指甲去压抑飞甲的状况，并且配合积极的保湿，消除指肉的肿胀，慢慢的把你的指甲调到正常的样子。亚瑟解说飞甲调整，人造指甲去调整飞甲的方式其实也蛮复杂的，文字跟图片不能解说，只好让我用肢体语言来跟大家解说啦。假设这是甲床，好，这是指甲。我们一般人的指甲是这样子平平的，或是微微的往下垂，这样子。好，会这样子啊，这是正常的状况。可是飞甲的人，因为指甲下面的肉是肿起来的，所以他会把指甲推起来了，导致他指甲长出来会变成这个样子。好，这样子挥起来这样翘起来。那我们在做人造指甲的时候，就会刻意的不顺着指甲的形状哦，而是逆着指甲的形状，做出一个弧度来做出一个和飞甲完全相反的弧度。指甲长到这一点，想要往上飞的时候，会被上面厚厚的凝胶压住，飞不起来。那这个指甲只要长到前面去，我把它截掉之后，它那个飞甲自然就会慢慢改善。其实说穿了，好像也没有这么难少来了，很困难的啦，需要专业的人士才能处理得好哦。再来，飞甲呢依赖外力的调整。如果已经形成飞甲了，即使做好保湿，即使消除红肿，也很难靠自己身体的恢复能力去恢复正常状态，所以才要有你宝贝的存在啊！这个可不是随随便便来一间指甲店就可以处理的。来举个例子，依赖外力调整飞甲的例子。最左边是他一开始的时候，那时候他就已经有飞甲的状态了，他已经忍住不去破坏自己了，而且也做好了基本的保湿，所以他的指肉其实也没有很肿。可是他还是没办法，指甲就是飞，怎么办？来我们这边进行矫正，矫正了还蛮长一段时间的，中间呢就变得没有这么飞飞甲少一点点。最后呢，调整到完全不是飞甲的状况。想要知道这个例子，搜寻指甲翘起来空一个银行，下面的说明里面一样有连结哦。脚部飞甲可以矫正吗？脚部飞甲也是可以矫正的，但是它所耗费的时间非常的长，而且走金额也会非常的高。另外呢，你的鞋子、你的走路、你的袜子也要配合矫正，跟着一起做更改，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。所以我们都会建议客户呢，先做好日常的保湿。也许在日常保湿做好，皮肤变健康之后，状况就可以勉勉强强接受。也许你就可以不必做脚部的矫正，因为毕竟脚离眼睛比较远，有时候不要太夸张，也就过关了。那为什么脚部飞甲的矫正比较慢呢？那是因为脚部指甲的生长本来就比较慢，而且因为它在神经的末端，很末端，所以皮肤的代谢也比较慢，所以说到这个指甲矫正的速度自然的也比较慢。再加上它也承受了我们平常走路的破坏，所以破坏也比较大。如果您想要矫正脚指甲的问题，那么要麻烦您来我们的店面和我们面对面的沟通，面对面的咨询，给您比较正确的答案，才能帮您拟定后续的处理方式。处理飞甲节语时间，飞甲的处理包含2个部分，一个部分是指缘健康，要靠日常保湿好好做好；指甲的部分、形状的部分，只要靠人造指甲去做调整。保湿跟人造指甲的调整要一并进行，缺一不可。另外呢，指甲如果不想要飞，指肉就要先消肿，指肉要消肿，保湿就要做好，保湿做好之后，皮肤才会健康。可是恢复皮肤健康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，所以飞甲矫正也需要比较多的时间。如果各位想要来调整飞甲，想要处理飞甲的问题的话，那势必要帮我们留超过半年以上的时间，可能还要到1年哦。
那么今天的讲解就到这边。如果各位觉得我们还不错的话，请订阅、按赞、小铃铛并且分享这个影片给你身边指甲也会飞甲的朋友哦。那我们就在老板娘漂亮的倩影当中和大家说声拜拜啦。